我网恋了的男朋友，他温柔听话深情，日常给我花钱转账，还不忘备注自愿赠与，就是一直拒绝和我奔现。直到误入恐怖世界，我发现他竟是恐怖世界 BOSS。新婚夜，双人棺材当中，恐怖 BOSS 一脸讨好的躺在我的身下，还把黑色触手变成了鞭子递给我。宝宝，你尽情抽打我吧，只要不分手，我什么都依你。误入恐怖世界后，我和网恋的男朋友奔现了。奔现前，我设想过他也许长得丑，也许身患残疾。结果我发现自己错得离谱，他竟然是恐怖世界大 BOSS， 连个人都不是。我提心吊胆讨好他，做好了被他强迫留在恐怖世界的准备。结果他亲手送我通关，然后拉黑了我断联。为了找回男朋友，我再次进入恐怖世界。玩家夏希雾，欢迎您重新回到恐怖世界。当前所在副本红架1 SSS 级困难模式。通关条件：在副本结束前找到传送通道。注：玩家在游戏当中死亡，现实也会同步死亡，灵魂将永远困在恐怖世界。有了上个副本的经验，我一进来就点开白色手环，大致浏览了一遍。玩家是否开启直播？直播不抽取分成，打赏完全归玩家所有。手环接着弹出了一条消息，这次我主动点了拒绝。我可以想象，恐怖世界的直播和现实世界差不多，不同的是，现实世界的观众是人，恐怖世界的观众是未知生物。直播代表着没有隐私，一言一行被人窥视，我接受不了。周围大雾茫茫，正在一点一点缩小范围，我没再停留，快步往前走。很快，雾气的尽头就出现了一座中式古典庄园。庄园门口站着5个副本玩家，出乎意料的全是女孩，其中一对还是双胞胎。快来呀，小姐姐，就差你了。其中一个女孩看见我，主动小跑过来挽住我的手臂，笑得热情甜美。你好，我叫梦然，我们4个是一对的，你要不要加入我们？凑齐5个，我们都可以开黑了。副本危险重重，我们女孩子一定要齐心协力，一起走出这个副本。Girl Shop Girls。梦然几人开着直播，弹幕逐渐热闹起来。哇，清一色香香软软的女孩子，抱住贴贴。天惹，希雾小姐姐来了。有她在，我是不是可以梦一下大 boss 出场？楼上在搞笑吗？不说大 boss 最近都没露面，他和一个女玩家有个鸡毛关系。谢谢梦小姐，不用了。我婉拒了梦然，抽出手臂后退，和她保持安全距离。我不认为出现在3S 级困难副本的玩家会是什么善良的好人。在恐怖世界，善良的好人早就埋骨地下了。再说了，我进来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找到我网恋的男朋友沈凤吴。那好吧，你要是后面需要帮助，随时可以找我们。梦然回到了4人小队，剩下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孩，一眨不眨盯着我，目光专注到极致。你有事吗？我皱眉问她，眼镜女孩一言不发，收回了目光，转身走向了庄园。梦然低声提醒我，别理她，她就是个怪胎，你离她远一点。走进庄园，发现门上挂满了红灯笼，周围也贴满了喜字，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。结合副本的名字红架1，我几乎断定里面正在举办婚礼。结果一踏进庄园，迎面却是白色纸钱漫天飘舞，前面大厅则是挂满了白绫，像极了凄冷的灵堂。门里门外红白喜事分明。我压住心慌，缓缓走进了大厅，里面站了不少宾客，和清一色的女性玩家相反，他们清一色全是男人。这次的新娘真的好漂亮啊！我们一进门就被他们齐齐盯上，舔着嘴唇窃窃私语，可惜只有6个，不够分啊！这次该我了，必须给我留一个。听着这些黏腻的话语，我不由皱了皱眉，跟着浑身一僵，视线定格在一处。只见大厅中央的地上放着一个个棺材，我默默一数，共有7个大棺材，2个小棺材。如果说大棺材是装大人，那么小棺材应该是装幼童的。快看，他们走过来了，他们要干什么？恍然间，我听到梦然惊呼一声，抬头一看，发现男人外表的怪物们走过来围成了一个圈，密不透风困住了我们。一个个没出息的，都给我让开！我女婿还没选好新娘呢，哪里轮得着你们了？危急关头，一个老太太推着一个衣架走了出来，她骂退了那些宾客，停在了我们面前。我定睛一看，衣架上挂着6件雪白的婚纱，婚纱下面放着一个大桶。老太太满脸皱纹，宛如一张枯死的树皮，浑浊的眼球下面耷拉着眼袋，搭配着阴冷冷的语调，像极了香港恐怖片照进现实。她悠悠打量了我们一眼，各位娇贵的新娘，欢迎你们远道而来，还请你们换上红嫁衣，等待新郎的挑选。闻言，我有点疑惑，如果婚纱代表嫁衣，为什么说是红色的？明明是白色的。然而下一刻，随着老太太取下所有婚纱放在大桶里面，场上男人们纷纷争先恐后围了过来。他们发疯一般割开了脉搏，鲜血一下喷涌而出，滴滴答答落进了大桶。白色婚纱沾血，很快就染红了。我想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红嫁衣，鲜血染就，红到极致。刺眼灯光照耀，男人们一脸兴奋的狰狞，像极了一个个伥鬼。不多时，大桶就接满了大半。老太太捞起一件婚纱瞧了瞧，失望的摇摇头。男人的血不够红，还需要女人的调和，该你们了。姑娘们，流血越多，嫁衣越红，越会被新郎选中。
老太太说完，丢过来一把剪刀，示意我们开始。排在第一的是孟然，她半天没动手。时间有限，谁要是不听话，后果自负。老太太老脸一黑，尖锐的声音冲着孟然：被选中的新娘，今夜和新郎拜堂入洞房；没有选中的新娘，那就乖乖住进我们精心准备的小房子吧。小房子，所有玩家抬头，下意识看向了棺材。如果住进棺材，那离死还远吗？孟然脸色一白，连忙动起了手。他割破了胳膊，随着鲜血汇成一道线流进大桶，不忘和队友们商量：姐妹们，新娘只有一位，我们不要内斗，我多留点血，你们少留点血。新郎一定是通关的关键，等到新郎选中我，不管从他身上获得什么线索，我都会和你们共享的。他的队友们对视了一眼，犹豫着点了点头。他又看向了我和眼镜女孩，你们呢？虽然不是一个队伍，但是我也可以分享线索，只要你们配合我，大家就能一起通关。我不信你，你最好流的血最多，让我无法超过。我还没开口，眼镜女孩就慢悠悠开口。顿时，孟然脸色不太好看，不知道是被气的，还是被放血放的。他担心眼镜女孩流血比他多，硬是强撑了好久才停下。然后他捞出了一件红嫁衣，那件嫁衣衣摆不断淌着鲜血，还散发着一股腥臭味。在他之后，其他3个女孩像征信流了点血，各自也捞出了自己的红嫁衣。到了眼镜女孩，孟然紧紧盯着她，见她只是刺破了手指，流出了一滴血时，破防的脸蛋扭曲。你这个怪胎，你绝对是故意的。眼镜女孩不说话，任由失血过多的孟然破口大骂。最后轮到了我，我认可孟然说的，线索在新郎身上，但是和眼镜女孩一样，我不信孟然。不信归不信，我没有自虐的嗜好，孟然显然有道具，只是短短几分钟，因为放血变得惨白的脸上就恢复了血色。我正要做样子，老太太突然出现在面前，她捧着一个精美的盒子递在了我的面前，您的红嫁衣是这一件。孟然几人一愣，眼镜女孩也看过来。我先是错愕，跟着猜到了什么，按捺住狂跳的心脏，伸手接过盒子打开，里面放着一件红色的婚纱，是真的人工红色，而不是被鲜血浸染的。孟然几人看看我的红色婚纱，再看看他们手上血淋淋的婚纱，神色一变再变，有震惊，有嫉妒，也有不服。弹幕也一时安静如鸡。不是，黑心老太太怎么回事啊？不仅没让这个玩家制作人写婚纱，还给他送上红色婚纱，这不符合规则。我查了一下这个玩家，他才第2个副本就进了3S 级，恐怖世界疯了吧？我知道，西雾小姐姐是大 boss 的偏爱，她是大 boss 唯一次放过的人。最后这个弹幕没人理会，大家都以为他在胡说八道。小姐姐，你用了什么道具？竟然让他区别对待。孟然勉强挤出一抹笑，试探着问我，该不会等下新郎出来，你也有办法让他选你做新娘吧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拿出了手机解锁。我淡漠的态度气到了孟然，他失去了热情，语气开始发狠。夏西雾，你就算不想回答，也用不着这样吧？在恐怖世界，手机没有信号，起不到一点作用的，这才对嘛。身处恐怖世界，谁会是善茬呢？我这么想着，给网恋男友沈凤吴发送验证消息。自从上次把我送出恐怖世界后，我们就断联了。他删了我的好友，我只能这样联系他。我进恐怖世界了，正要穿上婚纱，你想看看我穿婚纱的样子吗？看着没有信号的手机，成功发送了验证消息，我悄然勾了勾唇角。沈凤吴，我马上就抓到你了。再抬头，我扫了孟然一眼，你知道我的名字，你认识我？孟然神色一顿，随即否认，我是第一次见你，名字是无意中看见的。夏小姐，你要是真有让新郎选你的道具，就该提前说一声，不然我这么多的血不是白流了？副本逃生，各凭本事，我应承过你什么吗？我淡淡反问一句，任由他误解我有道具，唯有如此，他才会忌惮我。置身恐怖世界，玩家只会敬畏强者，不会怜惜弱者。从现在开始，当场脱下所有衣服，3分钟之内换上红嫁衣，超时后果自负。这时候，老太太幽灵一般落下了这么一句。孟然几人对着血淋淋的婚纱，纷纷露出了一脸厌恶与排斥的表情。没人愿意穿上一件被腥臭鲜血染成的红嫁衣，而且场上这些宾客，哪怕皮下是怪物，表面也都是男人。当着他们脱衣服换嫁衣，难免会有顾忌。可是不换可能会死，使用道具规避又不划算，道具十分珍贵，关键时可以保命，不能随便浪费。最先动手换嫁衣的是我，无视满眼狂热的男性宾客，我垂下眼帘，抬手直接去解衣裙拉链。我在赌沈凤吴就在周围，赌他不舍得让我当众暴露。他爱我，纵然不是人，人有的占有欲，他同样也有。果然，我刚刚解开拉链，灯光一下就灭了，整个现场陷入了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不知不觉当中，我感觉有人靠近我，裹挟着一股湿凉的气息，他修长的手指落在我的衣裙拉链上，缓缓往下拉开。衣裙落地，我只觉身子一凉，忍不住微微一颤。整个过程，我乖巧没有反抗，唇角的笑意愈发的扩大。沈凤吴，你终于来了。很快的，
男人蹲在了我的腿边，握住我的脚踝，轻轻套上了红色婚纱。红色婚纱微凉，穿在身上时摩擦着娇嫩的肌肤，泛起薄薄的战栗感。在男人为我缓缓拉上拉链后，我终于忍不住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声音甜如蜜糖，呜，我抓住你了。他的手冰冰凉凉，像是没有温度一般。我这一生只谈过一次恋爱，就是和沈凤舞，我们网恋了1年，他始终不肯奔现，直到我误入恐怖世界。在上个副本只有短短3天，我和他的接触加起来不过几个小时。然而他是我唯一接触过的异性，就是这种感觉，绝对不会错的。沈凤舞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，竟然敢拉黑我！我加你那么多次，你竟然也不理我。我很少娇气，因为清楚自己无人爱，没有娇气的资本。遇见沈凤舞之后，我无师自通，终于和他重逢。我这些天的迷茫、彷徨、无助，一下就寻到了发泄的点。我抱住他的腰身，埋在他的胸口。哦不，不是胸口。他身高1.95米，我只能到他的小腹上方。想起摸过他一次的触感，我抬手附了上去。他这次怎么穿衣服了？隔着衣服，手感终究差了一点，不过嘛，仍然能够感受到坚硬的肌肉。呜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你一直不肯奔现，我设想了很多情况，怎么也没想到你压根不是人啊！我苦口婆心和他解释，想着上个副本通关时，他送我回到现实世界又拉黑我，应该是察觉到了我对他的害怕。说真的，我一开始确实害怕，任谁第一次奔现就面对男朋友不是人，还被一堆黑色触手调戏，能够一下子接受的。想起那些通人性一般的黑色触手，我又往下摸了摸，摸到了男人修长的腿。在你不是人的情况下，身为人的我需要一点时间做心理准备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对不对？呜。男人还是不说话，这让我开始不太自信。毕竟跨种族，他一个恐怖 boss 什么想法，我一时猜不出来。我唯一确定的就是沈凤舞是个恋爱脑，对付恋爱脑最好的办法就是聊他，还是聊他。呜，我想你，我真的想你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手在他小腹处一直探索。我不在乎会不会被人听到，也不在乎正身处诡异之地，我只知道这是我男朋友的地盘，横着走都不是问题。呜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那些触手呢？变出来几根，让我玩玩嘛。说话间，我探索到了男人的皮带，猛地一下按开，钻进去寻找触手。触手没找到，就只摸到了男人的翘臀，引得男人闷哼一声。呜，你人形的臀部真翘。我夸赞着，没忍住拍了一拍，感受到男人高大的身形一降。后知后觉的，我也意识到了异样。沈凤舞很喜欢被我摸的，我这么主动摸他，他应该早就摸回来了才对啊。姑娘，你认错人了。在我的困惑下，男人终于开口，是沉哑好听的嗓音，落在我的耳畔，却让我浑身一震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只因为这个嗓音是陌生的，根本不是沈凤舞。可是这不可能啊，他该是沈凤舞的。不知所措时，我只觉男人拉着我的手从他的裤子里面拽了出来，然后他打横抱起了我，接着又道：别摸了姑娘，我选你就是。灯光重新亮起时，男人抱着我站在了中央，接受所有人的瞩目。夏希雾，我选她做我的新娘。他再次开口，仍然是陌生的嗓音。随着男性宾客们发出刺耳难听的欢呼，我一颗心如坠冰窟，凉到了极致。我不死心抬头，想要看清男人的容貌，结果发现对方戴着黑色面具，危险而又神秘。姑娘，我先去换身喜服，再来和你拜堂。男人斯文有礼说完，放下我就走。明明说好的规则，流的血越多越容易被选中，可是夏希雾他一滴血也没流，这不公平。这时候孟然不甘心开口，朝着新郎追了几步。他穿着还在滴血的红嫁衣，每走一步就会留下血点，看着极其诡异。不料刚追了几步，孟然突然整个人腾空倒立，像是受到了某种控制。砰！下一刻，他仿佛一只破败的风筝，直直摔在了棺材旁。他放了不少血，虽然使用了道具恢复，但是依然虚弱，再被这么一摔，半天爬不起来。他的队友们担心受连累，谁也不敢过去扶他。既然是新郎娶妻，新娘的人选自然是他定。老太太浑浊的眼球一动不动，语调阴沉的令人头皮发麻。男宾客们也躁动了起来，落在我们身上的视线黏腻而又兴奋。新郎选完了，该我们选了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情有些糟糕。为什么新郎不是沈凤舞？老太太是副本怪物，如果不是沈凤舞的命令，她为什么对我特殊照顾？在我困惑时，弹幕上也纷纷打起了问号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新郎在这个环节应该是选孟然的，他流的血最多。这个女玩家什么来头啊？先是红嫁衣，黑心老太送了她红色婚纱代替，再是新郎违反规则选她，这什么剧情发展？不是，你们都没发现吗？新郎看起来好不对劲，脸上戴了面具不说，还变得好有礼貌，就跟换了一个新郎一样。不多时，新郎换好了古典的喜服，缓缓走下楼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给沈凤舞发验证消息。沈凤舞，我就要和人拜堂入洞房，你还要藏下去吗？赶在新郎过来前，我狠狠戳着屏幕，又发了一句：虽然不知道新郎什么样子，但是他身材不错，不比你差多少，
我也不是不能接受，我不否认，我故意这么说，目的是为了刺激沈凤舞。姑娘，可以开始了。新郎停在我面前，温柔提醒一声。我看看他身上的古代喜服，再看看自己身上的现代婚纱，截然不同的风格，却又诡异的和谐。再看周围，地上是棺材，上面挂白绫，明明一副灵堂的布置，却又被当成喜堂。吉时已到，新人就位。下一刻，老太太拖长了声调，回荡在了整个大厅。一拜天地，我闭了闭眼，和新郎一起弯腰，只是心底愤然想着：沈凤舞，你最好现在立刻马上出现抢亲，否则我会生气的，我真会生气的。二拜鬼神，二拜应是高堂，却被换成了鬼神。夫妻对拜，到了最后一拜，沈凤舞还是没有出现。这一拜我只是站着，任由新郎一人弯腰，完成他一个人的拜堂。人类与鬼怪的拜堂看着挺好磕的，可惜女玩家好敷衍啊，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。不过洪家一副本什么时候多了拜堂这一段？副本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前面改动了那么多，再多个拜堂也不稀奇。拜完堂，阴沉沉的老太太突然挤出一抹笑，看起来更恐怖了。现在请新郎亲吻新娘，就此礼成。她话一落下，我心脏一紧，正要后退，新郎伸手就抱起了我，然后低头吻了下来。我想要避开，却又想起沈凤舞，硬撑着接受了这一吻。沈凤舞占有欲极强，看着我被人强吻，总会出手阻止吧。结果我又一次失望了。新郎冰凉的一个吻落在了我的唇上，没有深吻，仅是简单的触碰，却让我似曾相识。我愣住，抬头和新郎对视一眼，他眼底一望不见底，仿佛没有尽头的深渊。蓦地，我脑海突然冒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：礼成，送入洞房。新郎抱着我上了楼，庄园一共3层，往上是处阁楼。不要，我不要进棺材。上楼时，我听到女玩家含着哭腔的一声，我偏头捕捉到了楼下的情景。地上放着的棺材盖子悄然打开，露出了狭小的空间。在老太太和男宾客们的逼迫下，女玩家们不得不进入棺材，然后被困在了里面。我只觉得心惊肉跳，连忙收回视线。被新郎抱进婚房，放在地上的一瞬间，我猛然抬手摘下了他的面具。看清新郎的一刹那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吓得后退2步，只因为那是一张被烧焦后丑到极致毁容了的脸。姑娘，我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新郎一边问着，一边朝我伸手，我连忙递上了面具。见他重新戴好，我平复了一下心跳。比起吓到，我更多的是失望，他真的不是沈凤舞。沈凤舞是姑娘的心上人吗？正想着，我听到新郎温和一问。不对劲，新郎和老太太一样，都是副本的怪物。怪物和玩家是对立的，他对我的态度也太温和了吧。不过嘛，我抬头和他四目相对，一字一字回道：从前是心上人，现在不是了。他抛弃女朋友玩消失，简直就是一个人渣。哦，不对，他根本就不是人，算是怪物渣渣吧。我回完，观察着新郎的反应，听他认真的评价，惹姑娘不开心，他真该死。我打断他，语气有些冷，他是我男朋友，惹了我不开心也是我的事，和你有关系吗？新郎不说话了，呆呆僵在原地，怎么看怎么手足无措。沈凤舞迟迟不现身，让我生出一点烦躁。这个恐怖大 boss 究竟在顾忌什么呢？不过当务之急还是熬过这一夜。想到这里，我环视了一下婚房，婚房到处贴着喜字，映出一片喜庆的红。可是桌子上点燃着白色的龙凤蜡烛，除了一张小床，一副双人棺材占了大半个屋。我心底一阵恶寒，故作镇定支开了它。洞房前，我想先洗个澡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的。新郎竟然耳红了，支支吾吾应下，转身就快步走了出去。盯着他的背影，我想起沈凤舞也容易害羞，可他不是沈凤舞，声音不是，脸不是，就连眼睛也不是。沈凤舞的眼睛萦绕着一层薄薄的淡紫色。婚房是有浴室的，我没有进去。洗澡只是一个借口，我不想进棺材，也不想被怪物触碰。我点开白色手环，查看上个洋娃娃副本获得的洋娃娃道具。玩家确定使用洋娃娃道具，道具的作用需要自行探索，我不确定是否有用。思考几秒，我还是点了确定。洋娃娃道具，包皮女最骄傲的杰作，能够作为替身抵挡伤害，持有者可以自己使用，也可以帮助其他玩家使用。看着这一解释，我微微松了口气，刚好适合我的处境。推开双人棺材，随着我一顿操作，出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我，闭眼躺在了里面。我摸了一下，和我自己的触感一模一样，有呼吸，有心跳，有脉搏，除了没有灵魂之外，是个1:1还原的完美替身。此后，我钻进了小床的床底，拉了拉床单边缘，尽量隐藏了自己。不曾想，新郎迟迟不归。入夜后，婚房一片死寂。不知怎么，我感觉房内温度升高，热得头上出汗，像是周围着火了一般。就在我忍受不住，想要爬出床底，去浴室用水降温时，婚房之内忽而飘过了一抹红。我小心翼翼贴在地上，透过缝隙看向了一处。婚房的梳妆台前出现了一个穿着红嫁衣的女人，她背对着我坐在那里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梳头发。避免自己惊叫出声，我抬手死死捂住了嘴巴。
女人梳着头发，咿咿呀呀唱起了歌。妈妈看好我的红嫁衣，不要让我太早死去。她唱着唱着起身走动，露出了一截漆黑的小腿，显然也是被烧焦了，偶尔会有碎肉掉落。双人棺材前，盯着棺材里面的洋娃娃替身，缓缓伸出了漆黑滴血的指甲。我心跳如鼓，悄悄闭上眼睛。啊！可是下一刻，竟是烧焦的女人发出一声惨叫，像是被什么缠绕住了脖子，突然就被丢出了婚房。只1秒，房内恢复了寂静。不知过去多久，咿咿呀呀的女声模糊地传来，这是一个秘密的约定，属于我，属于你。嫁衣是红色，毒药是白色。然后又是一道凄厉的惨叫，隐约是女玩家。我咬住嘴唇，尽量放轻了呼吸，不发出一丝一毫的声响。就这么趴着，我精神处在高度紧绷下，差点就造成了缺氧，最终昏昏沉沉失去了意识。大雾四起，笼罩了整个婚房。穿着古代喜服的男人从大雾之中现身，出现在了床边。他戴在脸上的面具消失，原本烧焦毁容的一张脸恢复了原本的清冷绝色，一头如墨长发也倾斜在腰间。他缓缓弯腰，撩开遮掩的床单，露出了床下趴着的女孩。同时，他的双腿突然消失，转为涌出了无数的黑色触手，钻入床下，卷起昏睡的女孩，轻轻带了出来。黑色触手有想法一般，卷着女孩就要放进双人棺材。把她给我，沈凤舞开口，伸出了双手。黑色触手不乐意一般，竟然没听他的指挥，卷着女孩不肯放手。他不喜欢棺材，随着沈凤舞这么一说，黑色触手这才不情不愿把女孩交给了他。宝宝，你不该回来的。沈凤舞小心抱着女孩，低头贴上了她的额头，整个人痴迷般一直在女孩的身上留恋。黑色触手不甘被冷落，一根一根也落在了女孩身上，很是想念的到处蹭了蹭她。他们无比的欢喜，因为女孩惦记着他们，还说要玩他们。当时他们差点忍不住冒出来，只可惜主人太狠心，别扭扭不肯和女孩相认。够了，你们会吵醒她的。眼见黑色触手越来越不像话，偷偷摸摸拉开了女孩的红色婚纱，情难自抑的在女孩雪白肌肤上滚来滚去。还有几根大胆的黑色触手更是钻入女孩的腿间，想要做坏事。沈凤舞微微红了脸，黑色触手是她身体的一部分，他们对女孩有多迷恋兴奋，她只会加倍迷恋兴奋。因此她强行收回了黑色触手，隐忍压下浓浓的欲念，纯情亲了亲女孩如花的唇瓣，就把女孩放在了床上。宝宝，我会护着你通关的，晚安。依依不舍道别过后，他就消散在了茫茫大雾之中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竟然在床上。我明明记得自己趴在床下来着，我记性很好，也从来不会梦游，而且失去意识前，我好像突然变得很困，这更是不正常的。抱我上床的是新郎还是沈凤舞？我偏向后者，毕竟昨夜那个女人正要对我的替身下手时，突然惨叫一声消失，把目标转向了楼下的玩家。每一个细节都在指向沈凤舞，她就在这个副本，偏偏不肯见我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我脾气一向内敛，这一刻差点气笑了。不过表面上我装作若无其事下了床，过去双人棺材前一瞧，洋娃娃道具使用了一夜，慢慢开始消散，重新回到了白色手环。这个道具还挺好用的，不过只有3次使用机会，使用过1次，还剩下2次。我想着，查看了剩下的一个道具，是恐怖 BOSS 的庇佑，这是沈凤舞留给我的，效果未知。没有继续在婚房停留，我出门下了楼。下楼时，我就发现了孟然几人围在一个大棺材前，脸色如出一辙的凝重。还没走近，我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，升起一个不好的猜测。走近以后，更是呼吸不畅。睡在这个大棺材里面的女玩家，身下无尽鲜血流淌，再次染红了嫁衣。她眼睛大大睁着，显然死不瞑目，狰狞的脸上写满了恐惧。妍妍是有保命道具的，她怎么可能会死？孟然扶着棺材，失魂落魄的一说。他队伍剩下的那对双胞胎亦是脸色发白。使用保命道具的前提是他要有命在。眼镜女孩神色淡淡，冷静的像是在玩剧本杀。你们也清楚，昨夜杀她的怪物一击毙命，棺材空间狭小，他没有反击的余地。昨夜他们一个个躺进了棺材，棺材与棺材是相连的。这个女玩家被杀时，他们就在几步之遥，听得一清二楚。当务之急就是找到传送通道，直接通关。双胞胎异口同声一说，接着视线落在了我身上。夏小姐，你昨夜和新郎在一起，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线索？没有线索，他一夜未归。我如实回答，他们果然不相信。孟然逼问我，你没有和新郎洞房吗？我反唇相讥，和怪物洞房，我嫌自己命长吗？孟然沉默几秒，突然走向我，一改逼人的态度，脸上流露出了哀求。夏小姐，我们无冤无仇的，你帮大家一把也是帮你自己，不是吗？有什么线索，不要藏着掖着，大家在一起研究，早点找到传送通道。我倒了杯水，平静和他对视。我说了，新郎一夜未归，没有线索。眼见问不出线索，孟然勉强维持着和平的假象，继续声泪俱下哀求我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但是夏小姐，我知道你身上有很多保命道具，你可以救救我们吗？昨夜那个女怪物是从楼上下来的，她本来的目标是你，你击退了她，她才下来杀我们的。
已经有人因为你死了，你就算不肯救我们，也不要逼我们去死，求你了好吗？我感觉到奇怪，梦然不是新人玩家，他应该清楚，在恐怖世界，眼泪和求人是最无用的东西。没有搭理他，我转身就走，又和眼镜女孩对上。她打量我一眼，神色发生了变化。弹幕上一下热闹了起来，梦然蛊惑道具失效了。到底只是终极道具，面对意志坚定的人根本不管用。这个小姐姐看着呆萌，心挺硬的呢。就该这样，恐怖世界先死圣母，那可不是，她可是大 boss 的偏爱，能对大 boss 胃口的会是一般人吗？后面这个弹幕一出，又被其他弹幕对了一顿。梦然刚刚对你使用了道具，你是没察觉，还是使用了道具规避？眼镜女孩突然开口，我听完不由一惊。夏希雾，你道具真多呀。身后，梦然咬牙切齿一说，带着双胞胎姐妹去探索庄园了。想要找到传送通道，就要先找到真相。梦然三个蠢货加起来也聪明不到哪儿去。眼镜女孩慢条斯理一说，语气颇为轻蔑。我没有交谈的欲望，转身就要走。夏希雾，我很好奇，大 boss 为什么又放过了你？毫无征兆的，眼镜女孩问了我一声。闻言，我猛地回过身，对上了她的眼睛，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？眼镜女孩一脸奇怪，却也没卖关子。你身上残留的气息有致命的危险。我怔住，看着眼镜女孩从身上取出了一个精致的仪器，外加一个透明袋。她朝我伸出手，在我心生戒备下，她只是用仪器扫描了我的红色婚纱。不知道扫描到了什么，她扫描完就把仪器小心翼翼放进了透明袋封存起来。我确定你又接触过大 boss， 真神奇，你再次活了下来。又再次，我品出了弦外之音。她对我伸出了手，你好，我是陈青的姐姐，陈卓。陈青，我记得上个洋娃娃副本活下来的玩家，和他有过短暂接触。大 boss 没有人类的感情，凡是见过他的玩家基本都会团灭。可是你夏希雾，你不仅在他手上活了下来，他对你好像还很感兴趣。弹幕一瞬死寂，然后瞬间炸了。什么？他说的每个字我都懂，怎么组装在一起我就不懂了。头好痒，好像要长脑子了。我的人形杀气大 boss 怎么突然对一个女玩家发慈悲了？我一直在说他是 boss 的偏爱，你们还对我好可惜，你们错过了洋娃娃副本。我后退一步，对陈卓升起了防备。他笑了，别紧张，夏小姐，你也是被迫进入恐怖世界，还被怪物大 boss 盯上，我对你没有恶意。他随手取出一个道具，是一把泛着冷光的匕首。我妹妹说你在上个副本救过她，她承诺了给你道具，刚好这个道具能让你帮我一点小忙，我们合作一把可好？话顿，他想起了什么，缓缓摘下了眼镜，点击了眼镜上一处按钮。瞬间，弹幕上不淡定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是卡了还是断线？听不见声音了。我也是，他们要合作什么呀？该死的，正好有关我的大 boss， 我真的不想错过呀。这个陈卓看着不太正常，希雾小姐姐不要被他哄骗啊。才第二个副本，最容易被骗了。在我面前，陈卓晃了晃眼镜，我的眼镜上放置了屏蔽道具，我不确定大 boss 在不在周围，还有一些未知生物。陈卓没有多说，转回了正题。大 boss 既然对你感兴趣，肯定不会放过你。夏小姐，你和我合作，我保你通关，如何？我垂下眼帘，陈卓不清楚我和沈凤舞的关系，自然也就不知道我这次进入恐怖世界，目的根本不是通关。不过表面上，我不动声色问道：合作什么？你先说说看。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，目前只有你能做到。陈卓不戴眼镜之后，目光有一些凌厉，和他的年纪格格不入。据我所知，大 boss 属于克苏鲁，他身下有很多触手，不知怎么，他还没说完，我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陈卓把匕首递给我，夏小姐，你能不能帮忙取下他一根触手？饶是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我还是一脸错愕。你想做什么？陈卓以为我害怕，温声安抚我，别担心，既然让你去做这件事，肯定会保住你的命。夏小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恐怖世界形成了太久，但是恐怖大 boss 通常只在3S 困难以上的副本游走，哪怕如此，他从来很少露面。见过他的玩家，除了拥有直接通关道具的，几乎100%死亡，更别提想要接近他，取下他一根触手，简直难如登天。陈卓眼底流露出了狂热，我心头开始一寸一寸发凉。也许我已经猜到了，他要触手的目的是用于研究吧。触手是沈凤舞的腿，陈卓想要我男朋友的腿。尽管他的触手有无数只，我也没有多喜欢那些触手，但是不知怎么，我想起接触那些触手时，他们一个个乖巧讨好我的样子，完全狠不下心。夏小姐，你考虑，我可以给你通关道具，你想办法吸引大 boss 出来，切断他一根触手后，就可以立刻通关。陈卓有意隐瞒，回避了为什么想要沈凤舞的触手，只是一心竭力劝说我，还把匕首塞给了我。通关了，然后呢？我总要再次进副本，我弄断大 boss 一根触手，他肯定会杀了我的。你有多少通关道具够给我的？我攥住匕首，冷冷一说，故意表现得和大 boss 一点不熟，不敢泄露一丝一毫大 boss 是我男朋友的秘密。陈卓抿了抿唇，通关道具有限，他当然无法一直提供给我。
但是夏小姐，你继续待在恐怖世界，也会随时丧命。如果考虑和我合作，不用考虑了，我不会答应的。我想也不想回绝了他，心生一股寒意。虽然明知道陈卓伤害不到沈凤舞，连见都无法见到，我还是不太安心。陈卓叹了口气，也不意外我的拒绝。好吧，你不愿意，我也无法强求。我没说话，只想远离陈卓，转身就心不在焉上楼。想要研究沈凤舞的触手，是陈卓一个人的想法，还是他背后有团队？我不敢深想，越想越心乱。这一刻，我愈发的想见沈凤舞，纵然无人能够伤害她，也想提醒她一下。夏小姐，阁楼不能乱闯，好奇心太重是会死人的。心不在焉下，我到了3楼没停，走向了阁楼的通道。不想老太太突然冒出来，拦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回过神，楼道灯光暗淡，老太太的一张脸像极了枯死的树皮，令人头皮发麻。明明副本喜欢杀人，老太太身为副本的怪物，不仅对我特殊照顾，还阻止我送死。还有陈卓，他刚刚也说大 boss 接触过我，他在我身上用仪器，多半也是在采集什么。突然间，我笑了笑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提醒。道过谢，我没再上阁楼，只是拿出手机，点开了和沈凤舞的聊天界面。逆着红色的感叹号，我已经生气不起来了。我想，我已经抓到沈凤舞了。入夜时又举办了一场婚礼，是死的那个女玩家，她要和一个男宾客举办冥婚。其他男宾客看着这一幕，一个个嫉妒的眼珠子发红，差点脱眶而出掉在地上。对于这一幕，我生理上涌出了不舒服。我别过头，忍住了想吐的冲动。夏小姐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已经死了太多太多人。陈卓站在一旁，对我压低了声音，他们现在只在恐怖世界杀人，日后去了现实世界呢？夏希雾，那将是人间炼狱，人类应该互相帮助。我没说话，就连沈凤舞这个大 boss 都去不了现实世界，更何况是这些怪物。必须找到杀死大 boss 的办法，大 boss 死了，他们也会跟着消散的。陈卓还要说下去，我淡淡看向他，你想要大 boss 的出手，真的是为拯救人类吗？陈卓一愣，眸光微微一闪，还想说点什么，我面无表情打断他，不是什么心善之人，就少扯拯救世界的幌子。到这里，陈卓看向我的目光终于收起了轻视，他认认真真打量我一眼，轻笑了一声，夏希雾，你比我想象的聪明，这样也好，我最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。这时候，冥婚仪式结束，孟然带着双胞胎走了过来，陈卓凑近我耳畔，合作不着急，你总会答应的。不过作为诚意，我先送你一个秘密，孟然是李默的后宫，他进这个副本就是找你复仇的。他打算给你下药，是浓烈的春情散，想要你和怪物交欢而死。陈卓一说完退开，孟然果然递给我一瓶奶，夏小姐，你喝点吧，补充补充体力，我们找了一天，没找到什么线索，还是要靠你。我本来想拒绝的，脑海突然灵光一闪，下一刻我接过了奶，在孟然紧张注视下，仰头喝了一口。然后在孟然和双胞胎的恶意满满以及陈卓的一脸错愕下，转身上了楼。上楼时，我悄然拿出纸巾，把奶吐了出来。再然后，我进入婚房，坐在梳妆台前，取出了陈卓给我的匕首。安静等了1小时，楼下传来了一些哭腔，我辨认出是双胞胎，应该是到了时间，他们又要躺进棺材了。而我转了一下手上的匕首，假装放在了脖子上，尖锐的刀刃衬着雪白的脖颈，很是触目惊心。你做什么？我只是做做样子。消失了1天1夜的新郎出现，我如愿以偿看着他冲了过来，哪怕脸上戴着面具，也难掩紧张与在乎。把匕首给我，别伤了自己。他朝我伸出手，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。他没有发现，因为事发突然，他嗓音发生了改变，多了一抹熟悉感。我歪了歪头，慢条斯理开口，我觉得我会死在这里，死后还要配冥婚，既然逃不过，不如自我解脱，能少一点罪受。不会的，他们不敢。新郎迅速一回，声音愈发的熟悉。他放缓了语调，认真的像是起誓，姑娘，我会保护你，你不会死的。我盯着他的面具，匕首依然对着脖子，起身走到了双人棺材旁，靠着双人棺材问他，你拿什么保护我？他们听我的，没人敢伤害你。新郎视线紧盯我的匕首，唯恐我随时会伤了自己。姑娘若是不信，我现在就可以送你离开。随着他这么一说，我故意往后一退，跌在了双人棺材里面。眼看着新郎伸手过来扶我，我收起匕首，反手勾住他的脖子，和他齐齐跌入双人棺材。感受着他环住我，把手垫在我的后脑勺，防止我会磕到，我愈发确定了猜测。我抱住他的肩膀，转变了态度，既然你会保护我，我是不是也该回报你？新郎红了耳根，连忙摇了摇头，不用不用，我把我自己送给你，可好？我无视他的拒绝，定定问他。只见他呆住了，连脖子都染上一层淡淡的粉。而在他的注视下，我拉下他的手，把他放在了我的身后，落在红色婚纱拉链上。哥哥帮我拉下拉链，我自己拖不方便。新郎僵在了那里，迟迟没有动。哥哥是害羞，不敢给我拖，还是喜欢不拖，直接来？我直视他的眼睛，依稀感觉体内升起一点燥热。孟然给我的奶，我虽然没有喝，但是含了一点。
光是这么一点，我就有了反应。如果我喝了呢？我没再深想，把注意力放在新郎身上，先是拉下了婚纱，露出了姣好的身姿，接着又抬手去接他的喜服。你不要这样！他一边慌忙整理好我的衣裙，一边又握住我的手，阻止我乱来。他耳朵红到了极致，眼底闪过茫然、挣扎、难过。他是该难过的，他以为我没有认出他，对着另一个男人也可以投怀送抱，怎么可能不难过呢？可是沈凤舞，你亲手把我推离你的世界，祝福我结婚嫁人，总该尝尝这是一种什么滋味。我们不是拜堂了吗？我们是夫妻，昨夜就该洞房了。我认认真真一说，新郎声音低落下去，我们不熟，你不可以这样。可是我中了药，你不碰我，我可能会死。我故意说的严重，也确实越来越难受。这春情伞效果也太夸张了。新郎发现了我的异常，摸了摸滚烫的脸颊，语气心疼而又无措，我不能碰你，对不起。见他这副模样，我到底不忍心折腾下去了。呜，你碰碰我，我真的很难受。我点破了他的身份，抱着他清瘦的腰身，往下摸索着他的身后。触手呢？你的触手去哪里了？几乎是我话语一落，黑色触手就一个个不争气涌了出来。它们落在我的身上，冰冷而又湿凉，亲密地蹭来蹭去。我随手握住一根黑色触手，举起放在他的眼下。沈凤舞，你看，我抓到你了，宝宝，你……沈凤舞低头看我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很快的，他又否认了，偏头努力不看我，浑身上下就一张嘴是硬的。呜，是谁？你认错人了。好，黑色触手都暴露出来了，他还是不认我。因为无人爱我，好不容易遇上沈凤舞，我就想抓住他，不肯轻易放手。可是再这么下去，一味的主动得不到回应，我也会失去勇气。我意识气到了，猛地攥紧了那根黑色触手。沈凤舞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就听他闷哼一声，呼吸变重了一些。见状，我又把黑色触手放在唇边，轻轻亲吻了一下。立刻，其他黑色触手疯了一般朝着我面前涌来，他们不甘寂寞的摇曳生姿，和他们嘴硬的主人不一样，诚实的祈求我的怜爱。我有点错愕，眼看着被我攥在手里的那根黑色触手遭到其他黑色触手的嫉妒，被他们从手心拽了出去。他们比我想的还要通人性，这就好办了。谁能告诉我他是不是沈凤舞啊？最先告诉我的那一根，我可以亲亲他。几乎我一开口，所有黑色触手叛变，冲着我狠狠点了点头。真乖。我捧起他们摸了摸，也亲了亲，然看向上方的男人。沈凤舞，你还要装下去吗？沈凤舞不说话，面具下的眼睛萦绕起了淡淡的紫，流露出了点点委屈。你委屈什么？被你拉黑的是我，进来找你的是我，被你利用新郎身份欺骗的也是我。我淡淡说完，感觉浑身发热，血液都沸腾了一般。外面的楼下，女生咿咿呀呀唱着，但愿你抚摸的女人流血不停，一夜春宵不是我的错，但愿你抚摸的女人正在腐烂，一夜春宵不是我的错。唱到最后，女生一直重复最后一句，阴沉绵绵的音调，简直听得人想抑郁。在这恐怖氛围下，我看着沈凤舞，一字一字和她坦白道：沈凤舞，我进来找你是想和你和好，但是你这么逃避下去，我可以如你所愿和你分手。离开这个副本，我会和恐怖世界断联，会找个男人结婚生子，会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度过这平淡的一生。沈凤舞，我将永远不再和你见面。如果说你有什么苦衷必须推开我，我知道了也不会觉得多么感动，甚至可能还会恨你一个大 boss 竟然学会了人类的圣人行径，真是伟大呀。说到最后，我被药物折磨得不能行，语气有些烦躁。沈凤舞，你让开，你既然不行，我就去随便找个怪物。我说着推了推他，就要起身离开双人棺材。却在这时候，沈凤舞终于反应了过来，低头埋在了我的脖颈，委委屈屈挽留，不许找别的怪物，宝宝只许找我，我很行的。他抱住了我，和我调转了位置，我在上，他在下。此外，他还把黑色触手变成了鞭子，塞进了我的手心。宝宝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你尽情抽打我吧，只要不分手，我什么都依你。我握着鞭子，正犹豫着要不要打他几下出气，那些黑色触手竟然叛变，真的对着沈凤舞抽打了下去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我连忙头疼的阻止，停下，不许打他。黑色触手立马停下，对我讨好的蹭了蹭。见我护着他，沈凤舞开始和我诉苦：宝宝，你不知道，我一直忍着，忍得好辛苦。刚刚宝宝说要和这个新郎洞房，我以为宝宝不要我了。我又好气又好笑，趴在了他的胸口。傻子，我认出你了呀。沈凤舞还是不依不饶，宝宝还叫这个新郎哥哥，都没有这么叫过我。我叫的也是你，谁让你戴着一个面具，还变个毁容的脸吓我。对上他戴着面具的脸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点颜控。如果沈凤舞真的毁容，我会是什么选择呢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沈凤舞现在褪去了面具，恢复了原有的角色，惹得我春心大动。再无半点迟疑，我仰头就吻了上去。这是我第一次吻他，沈凤舞无措了几秒，就热烈回应了我。他身下的黑色触手也都一个个凑过来贴，被沈凤舞控制着收回去了一些。哪怕黑色触手是他的一部分，他也有点吃醋。没错，他就是在和自己的触手争宠。我情动不已，唤着沈凤舞的名字。可是沈凤舞没有碰我，
而是放出了黑色触手，对我进行了帮助疏解。这一次委屈的是我，吴为什么不要我？宝宝乖，我不想你受伤。沈凤吴亲亲我的眉眼，耐心温柔哄着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解除了药性，整个人舒服而又倦怠，闭上眼睛沉沉睡去。因为黑色触手失凉，我抱着很舒服，索性垫在头下充当枕头。天亮时，我一醒来，沈凤吴不见了。桌子上放的有早餐，我从双人棺材当中起身，身上没有丝毫不适。沈凤吴没有碰我，这是一件好事。我承认喜欢沈凤吴，但是和他发生关系仍然有点顾忌，需要一点心理准备。只是一想起他的那些黑色触手，我不可避免的又脸红了。好吧，也许不需要准备太久，连他的黑色触手都接受了，何况是他这个人。再一次下楼，昨夜又死了人，死的还是双胞胎。孟然惨白着一张脸，队伍死了3个人，就只剩下了他自己。见到我，他更是瞪大眼睛，很是不可置信。夏希雾，你中了春情散也没事，你到底有多少道具？他话音未落，视线落在了我的脖子上，那是一些刺眼的吻痕。我也是后知后觉，想起沈凤吴和黑色触手在缠绵时，在我身上种下了痕迹。现在遮挡已经来不及了。弹幕上一片哗然，哇哇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副本玩家全是女性，他这是找了谁？是不是大 boss？ 该死的，我也要被带偏了，忍不住幻想他和大 boss 是不是真有染，是那个新郎吧？这个女玩家真是不挑，竟然和一个渣男怪物滚床单了，真是不要脸。陈卓也看向我，目光意味深长。他没说什么，而是提起了副本，新婚的新娘3天就要回门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副本只有3天。这是3S 级困难副本，一共6个玩家，第1天死1个，第2天死2个，第3天也就是今夜之前，再找不到传送通道，就要团灭了。杀人的怪物，他穿着一身红嫁衣，是新郎的第1任妻子。当年新郎骗了他的身心，亲手烧死了他和2个儿女，继承了他的财产。陈卓说完，走近我，压低了声音：夏希雾，昨夜碰你的是大 boss 吧？不得不说，你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啊。他这副模样真的像极了颠婆。我直觉感到危险，想要远离他，不想下一刻我就动不了了，仿佛被人操控了一半，一路上楼进了阁楼。期间老太太出现想要阻止我，也被我直接无视了。我一进阁楼就感觉到了危险，阁楼封印的怪物瞬间就袭击了我。一席间，我看到那是一个新郎打扮的人，面容狰狞而又猥琐。你就是我的新娘吧？真漂亮，过来让我疼疼你。在被他抓住的一刹那，我只觉心口一热。猥琐新郎面露惊恐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怎么会？你身上怎么有 boss 的印记？话落，他惨叫了一声，像是受到什么反噬一般，直直就摔出了阁楼，然后从楼梯滚落。最后落地时，猥琐新郎已经奄奄一息。我隐约明白 boss 的印记就是 boss 的庇佑，正是沈凤吴留给我的。在这恐怖世界，想要伤害我的怪物，等于间接忤逆 boss， 后果只会是自取灭亡。当务之急，我必须脱离陈卓的控制。上个洋娃娃副本，我也曾被李默控制，但是感觉完全不同。李默是物理控制，陈卓是精神控制。陈卓控制我，又让我遇到危险，显然是为了逼出沈凤吴，从而获取他的触手。我言行不受控，第1次萌生了杀意。弹幕再次沸腾了，这个才是真新郎啊！我就说，那个新郎怎么戴着面具？原来是假的。冒充新郎的目的是什么？除了能和女玩家拜堂入洞房等等，我好像发现了真相。大胆猜测一下，冒充新郎的不会是大 boss 吧？有能力改变恐怖世界规则的只有他。猥琐新郎轻易受了重伤，显然出乎了陈卓的预料，他又操控我离开阁楼。下楼时，我和楼下的陈卓遥遥相望，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冲我笑盈盈。这时候，我感觉到了有人靠近，猛地就被人抱了个满怀。夏希雾，我要和你共生。共生言下之意就是我生，他也能活。共生的过程有点长，我感觉到有什么想要入侵我的体内。孟然在我耳畔咬牙切齿：夏希雾，你害死了我的男朋友李默，我本来想要杀了你，幸好还没动手，现在利用你，我就能活下来了。他刚一说完，就突然大惊失色，怎么回事？共生道具被什么中断了？这时候，楼上楼下大雾四起，逐渐形成了白茫茫一片。是沈凤吴，他来了！死死抱着我不放手的孟然，被一根袭来的黑色触手缠住脖子，被迫松开了我。此后，黑色触手用力一甩，孟然就被甩下1楼。不知何时起，楼下出现了那群男宾客，很快就淹没了孟然。只听他的惨叫连连：“放开我！夏希雾，求求你救我！我错了啊！”没过几秒，就悄然无息了。不好，还有陈卓！我垂下眼帘，果然看见陈卓盯着黑色触手，一脸狂热。弹幕前所未有的一炸在炸，卧槽啊！是大 boss 啊！他在救这个女玩家呀！起猛了！我家大 boss 明明不懂感情，怎么突然插手玩家对决？我又磕到了，我就知道大 boss 会出现打败坏人、保护希雾小姐姐的。最后一个弹幕落下，直播随之断掉了。我眼睁睁看着白雾之中沈凤吴现出了身形，几步就走向了我。我盯着他身下的黑色触手，
不由自主从白色手环取出了匕首。呜呜，不要靠近我，不要！我急得溢出了眼泪。沈凤梧关心则乱，以为我被吓到了，慌乱地安慰我：宝宝别怕别怕，是我不好来迟了，不哭不哭。他身上的黑色触手也蔓延过来，温柔小心安抚我。可我无法回应，清醒地看着自己举起匕首，刺向一根正在讨好我的黑色触手。刺中的一瞬间，我眼泪流了下来。黑色触手僵住了，颤巍巍不可置信。沈凤梧也一愣，低头看了看匕首刺的地方，流出了嫣红的血。宝宝，他只是困惑了下，就好脾气地哄我，没关系，宝宝要是不解气，就再刺我几刀。话落，他就真的握着我的手，又要刺得更深，我又流泪了，这次被他气哭的。傻子，我被控制了呀，你怎么还没发现？或许是捕捉到我的眼神，沈凤梧暂时收起了恋爱脑，猛地一根黑色触手变长，直直抵达1楼，卷住了陈卓的脖子。顷刻间，陈卓就摔在了我的身前，解除了对我的控制。我找回了身体主动权，连忙抽出了匕首，看着被刺的那根黑色触手，奄奄一息，只觉生出了心疼。一股无名火起，我手执匕首走向了陈卓。到了这一刻，陈卓竟然还在笑，太可惜了，就差一点点啊！他还没说完，我抓起他的手，冷冷削掉了他一根手指。陈卓痛得脸色发白，冷汗都流了出来，错愕地看向我：夏希雾，你疯了不成？你是人类，他是一个怪物，他是怪物，也是爱我的怪物。我奄奄看着他，一字一字吐露：你是同类，也是伤我的同类。陈卓终于不笑了，沉下了一张脸，阴冷一说：夏希雾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说完，他先捡起地上的断指，然后取出一把匕首，在我满心防备下，他竟然捅向了自己心口，选择了自杀。随着嘴角流出了血丝，陈卓发现自己还没脱离恐怖世界，这才大惊失色。我使用的是通关道具，濒死就会自动脱离副本，这是谁也干扰不了的呀。恍然间，他想起了什么，惊恐看向了沈凤梧。不知何时起，陈卓手上的白色手环从他手腕上剥落，飘到了沈凤梧面前。玩家一旦死亡，白色手环就会消失，这是恐怖世界的规则。夏希雾，救我！失去了手环，我回不到现实世界，我会死的。陈卓失去了运筹帷幄，开始和梦然一般朝我出声哀求。那个白色手环被沈凤梧操控着停在了我的面前。宝宝，你要放过他吗？我回头和沈凤梧对视一眼，他满心满眼都是我。没关系，这是我的世界，你想如何就如何。我再回头看向地上的陈卓，他一脸的希冀。夏希雾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我只是为了人类着想。你到现在你还在撒谎。我打断他，不想再听下去。陈卓见骗不过我，这才咬碎了牙承认。好，我说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饶我一命。我不应承他，只是静静等着，就听他道，他是恐怖世界大 boss， 得到他的触手，我们就可以研究。陈卓还没说完，胸膛突然就炸开，心脏碎成了血沫，而他也睁着大大的眼睛，无声无息倒在了地面。他死得太突然，我一时反应不及，直至眼上被黑色触手蒙住，我被黑色触手缠住了腰身，落在了一个湿凉的怀抱。宝宝，别看了，他身上应该下过禁制道具，一旦触发了禁制，就会自取灭亡。听着沈凤梧这一解释，我心脏不由沉下去。呜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他们的目标是你，我担心。我仰头，刚提醒了他一句，他就低头吻了下来，很深的一个吻，他缠绕到了我的舌，来回品尝，而我也尝到了他的味道，很是让我上瘾。宝宝，你这么关心我，我很开心。待他停下，我被他吻得脸红了，直接埋在了他的胸口。余光瞥到一根黑色触手，受了伤，正在流血，是我刚才刺到的那根。我连忙拉了过来，亲了亲他。对不起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可以原谅我吗？本来无精打采的黑色触手，一下子就欢快点头。或许是他误会了我，以为我刺伤他是不喜欢他。红嫁衣副本，除了我之外，所有玩家死亡。这次进来前，我就做好了留下来的选择。吴，你住在哪里？带我去看看。我好好奇。我抓住沈凤梧的手，滑入了他的指缝，和他十指相扣。仔细一想，做个 boss 夫人也挺酷的。沈凤梧还没说话，整座庄园开始摇摇欲坠，似乎是要坍塌了。这时候，穿着嫁衣的女人出现，我第一次看清了她的正脸，果然是被烧焦了，面目全非。她走向奄奄一息的新郎，新郎一见她就惊恐不已，嗫嚅着嘴唇：“老婆，老公，我们的儿子女儿被你一把火烧死后，已经投胎去了。可是我舍不得你呀，我看着你迎娶娇妻，看着你拿我消费，看着你春风得意，我真的好心痛啊。”女人蹲下身，脸上被火烧焦的碎肉一点一点掉在了新郎身上，就连眼球也滚落下来。老公，为什么这么残忍呀？我本一个富家女，下家农村的你为妻，给你生儿育女，为你伺候公婆，替你创办公司，到头来你烧死我就罢了，你连儿子女儿都不放过。畜生尚且爱护子女，你真是枉为人。女人流血了血泪，却又紧紧抱住了新郎，竟是慢慢融入了他的骨血，和他合为一体。两人融为一体后，通往阁楼的楼道出现了一个漩涡，那是传送通道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唏嘘不已。我庄园在自毁，
我看向沈凤舞，正要说点什么，可是我一开口就惊恐地发现我在失去记忆，还是和沈凤舞有关的记忆。沈凤舞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气得没了脾气，反而冷静质问。回想到刚刚的深吻，应该是他喂了我什么东西。沈凤舞不敢看我，黑色触手纷纷抽打在他身上，似乎也气愤极了。宝宝，我的世界怨气太重，你留在这里会后悔的。他这么解释，我根本听不进去，量声反问，所以呢，上次是推开我，这次干脆连记忆也抽离了。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，眼泪不受控制落下，模糊了眼前的视线。原来我进来找你，会让你这么困扰啊！感受着沈凤舞被剥离出我的记忆，我指尖一片冰凉，身体也在发颤。不是的，宝宝，我没有困扰，我很高兴。沈凤舞手足无措，想要伸手抱我，我后退一步，想要避开他的抱抱，无奈记忆剥离太快，承受不住就要跌倒。是他的黑色触手卷住了我，我落入了他的怀抱，听着他和我道歉。宝宝，我不敢相信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只想让你不受干扰，再重新选择一次。如果失去记忆后你能再次记起我，我们就会重逢。宝宝，我会等你，一直在这里等你。他说完，冰凉的吻印在了我的额头。呜，我念着他的名字，失去了意识。黑色触手卷住女孩，再三不舍地把她送进了漩涡。和新郎融为一体的女人安静看着这一幕。在女孩消失在漩涡后，她凄凄然开口 ：“Boss， 他只是一个人类，感情单薄如纸。你抹除了他的记忆，他一旦无法记起你，你就会永远失去他，何必呢？”抹除了记忆，夏希雾一日记不起沈凤舞，副本就一直不会开启。久而久之，夏希雾中会彻底忘了恐怖世界有一个怪物在等他。他记不起我，不失为一件好事。没有了女孩在身边，沈凤舞面无表情，身上散发出了无尽戾气。他既然放手，就从未奢求过他会再回来。终究，他是不自信的，不自信女孩对他的感情能够抵得过时间。如果 boss 是担心身上怨气伤到他，把他占为己有不就好了？女人理所当然说着，沈凤舞没再理会他，消失在茫茫大雾之中。是因为一旦碰了他，他就会被永远标记，再也离不开恐怖世界，所以宁愿忍受孤寂，也要放他离开吗？接完这一句，女人凄凄笑了，原来还是有爱情的呀。喜欢是放弃，爱是克制。因为爱他，所以不碰他，送他回归自由。女儿，我们该走了。这时候，老太太出现，来到了女人的身边。女儿王死后，她一直守在这里，等待和女儿一起归去，终于得偿所愿。女人看向母亲，像小时候一样扑进了她的怀里。妈妈，我们解脱了。和洋娃娃副本的包皮女一样，她也早就厌倦了经历一遍又一遍悲惨，于是学习包皮女，奉献了所有怨气。洪家一副本就此永远关闭。一觉醒来，我发现自己一夜暴富了。夏小姐，这是您购买的别墅、跑车、游艇，请签收。签收完这些，我感觉自己做梦一样，欢喜的不能行。接下来3个月，我每天吃喝玩乐，很是快活。只是每到深夜，我总会深感心悸，好像自己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人，整颗心空荡的厉害。我想，是因为我单身太久，没有谈过恋爱的缘故。于是我花钱点了一个男大，他年轻、帅气、听话，很会逗我开心。可是这种感情不纯粹，完全是一桩买卖。他每次想要触碰我，都会让我排斥。我觉得自己是病了，有一点厌男吧。直到一个午后，细碎的阳光洒落，我漫步在梧桐树下，淡紫色的梧桐花坠落，唯美铺满一地。年轻妈妈推着一个婴儿车从我身边经过，有朵淡紫色的梧桐花刚好落在了婴儿车上，牙牙学语的小女孩捡起了梧桐花递给妈妈。妈妈，花花。年轻妈妈笑着和女儿互动，是的，花花，宝宝真聪明，这是梧桐花。花。小女孩学到了陌生词汇，念得不太流利，不断重复着第一个字。宝宝，刹那间，我突然头痛了起来，脑海一些被遗忘已久的记忆潮水一般涌入。如果失去记忆后你能再次记起我，我们就会重逢。宝宝，我会等你，一直在这里等你。是我的原来我忘了的是沈凤舞。几乎是在我想起的一瞬间，周围开始大雾四起，仿佛已经等了很久很久。玩家夏希雾，邀请您进入新副本孤儿院，接受传送，抵达恐怖世界，拒绝传送，从此脱离恐怖世界。选择再一次摆在了我面前，答案不会变，因为它是沈凤舞，我来见你了。